嘿，你这还劝不听了呢？你快点的，哥这还有急事儿呢，赶紧下来。你听不听话？你下不下来啊？你不下来，我抓你去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小美在等你呢。真的，小美说让我接你去找她玩儿。去不去啊？真的。你把她叫这儿来。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傻呢。喂。啊。队长，你叫一下小美接电话。什么？小美跟杜大哥在一起啊？那怎么了？受欺负了？哎呀，这不着急，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小美还哭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？出什么事？你慢慢说，慢慢说。哎，这怎么还哭了呢？啊？然后呢？哎呦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说，他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哦，是吗？唯一能让曹翔记住蔡新亮的，只有他从你手中抢走的那个玉坠。所以，你帮助曹翔回忆起了那件事情。但是曹翔的反应出乎你的意料，让你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晚上，曹翔一个人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地点，而赶巧那天晚上，蔡新亮也出现在那里等人。你们认为是曹翔杀了我哥哥？这是我们在曹翔家找到的。也许是曹翔在现场捡到的呢。不要替他找借口，你心里明白是谁杀了你哥哥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为什么突然让杜大哥带你走？昨天晚上你一个人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找了曹翔？你都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不清楚是不是曹翔杀了我哥哥，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曹翔肯定不会放过杜大哥，甚至不会放过我。我只能选择离开。你觉得逃避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可是那你要我怎么办？现在，只有你能让曹翔说出真相。不许你欺负小美。别看了，奥特曼。你坐那里，没有人欺负我。来，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不管蔡同梅怎么问，曹翔都不肯说那天晚上的事。可能曹翔在陌生环境下比较有戒心吧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看也问不出来什么。小洛，哎，你找2个人把他们送回去吧。是。你确定吗？曹翔差点砍了杜大哥，你现在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相处啊？而且他妈妈已经告诉他你要离开了，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。我只是想让曹翔以为他和蔡同美是单独相处，我们会在一旁守着，只要有状况，随时会出来干预。可是，如果我哥真的是曹翔杀的，你们会把他关起来吗？他毕竟犯了罪。如果曹翔被关起来了，他一定会被狱友欺负，他母亲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们会帮他找最好的律师，也会替他向法官求情。如果认定他没有完全行为责任，可能不会坐牢。真的吗？相信我。不管你哥哥对你做过什么，如果曹翔真的有罪，他就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和管制。虽然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局，但对你和曹翔来说都是一种解脱，比你选择逃避、一走了之要好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们会在你身上放置一个窃听器，你带曹翔到一个能让他放松的地方，尽量让他的情绪稳定。问他，蔡新亮被害的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跟杜健会一直跟在你附近保护你。曹翔，别怕，现在只有我和你了。没有人再欺负我了。怎么样？蔡冬梅已经让傻子相信，咱们已经走了。我妈说，小美已经走了。小美，你是被坏人抓走的吗？小美不会走，小美永远在曹翔身边。曹翔，如果有一天，蔡新亮再来抓我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小美，你别哭，蔡新亮永远不会再欺负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让蔡新亮消失。蔡新亮真的是你杀的吗？我已经把他消灭了。他是坏人。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可以通知队长抓人了。再给他们点时间。好吧。
差不多了。怎么没声啊？真的没了，环境音都没了。是不是曹翔发现了窃听器啊？是蔡腾美让曹翔逃跑的。你知道他会这么做，是吗？我只是想试试看。快找！他们欺负小美答应我不走了。别过来！不要把他带走，你们会欺负他。你们骗我！曹翔，你们欺负他！曹翔，你冷静点。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冷静点。别过来！曹翔，你们欺负他！这，你们是坏人！你们欺负他！曹翔，你冷静点。别过来！曹翔，我是警察，顾子轩。你们欺负他啊！先生，你欺负他！曹翔，不要冲动。别过来！还愣着干嘛？救人啊！你呀，也别太担心了啊，应该能抢救过来。你当时不都按住他伤口了吗？是不是？队长，蔡冬梅怎么样了？刚做完手术，现在在 ICU，伤口比较深，还没有脱离危险。陆子正呢？在会议室呢。这次的事由我负全部责任。负责任？你负得了责任吗？蔡同美到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陆子正，你以为当警察为了办案什么都可以不顾吗？我们是人民警察，人民的安危永远排在第一位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错在哪，还辞职？辞职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？你是不是忘了朱文珠怎么死的？你为什么要当一个警察？你忘了吗？
别以为你是警察，我就不敢打了你啊！你给我滚！对不起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蔡同美。当初就是因为我的自以为是，才会让你遇害。现在又差点让蔡同美送命。明明自己已经犯了2次错，我让所有人都失望。但你至少没有让我失望。你虽然犯了错，但你依然在努力做好一名警察。我认识的那个陆子正，只要认定做一件事情，就一定会坚持到底，不会轻言放弃的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当好一个警察。我只是因为你的死而感到自责。我以为当了警察，就能找到一份安全感，让我不再那么恐惧身边的人离开。但到头来，我依然是谁都保护不了。逃避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听我的，要是累了就先休息休息，等调整好了再战斗。也许你心里会好受一点。没想到这杀人的是那傻子。是啊，这次还真让陆子正给猜对了。什么叫猜对了？他那叫推理。说真的啊，要不是因为最后这点事儿，陆子正算立大功了啊。蔡同美怎么样了？目前情况还算稳定。当时啊，他也就想劝曹翔跑。可曹翔死活不肯，于是他说了很多过激的话，结果曹翔失控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傻子该怎么判刑呢？反正我理解到的是这样啊，得看他是什么样的疯子，在什么情况下实施的犯罪，必须要经过法定程序鉴定，确认他是在犯病的情况下实施犯罪的。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负刑事责任，但是呢，作为他的家人以及监护人，必须要严加看管，而且要配合医疗。假如不这么做的话，这个国家会强行医疗的。可以呀。晚上找个地方，我请吃饭。请谁吃饭？陆子正的调离申请我批准了，算是给他减个刑吧。为什么呀？蔡同美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就算是我师哥当时犯了点错误，人是不是他抓的，能不能将功补过啊？他的调离跟蔡同美案没有直接的关系，那是有客观因素的。当初我带他来的时候就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，现在看是我太武断了。再说，我们这里水浅，养不了大鱼啊。那我也走，回指挥室。
说你俩是不是商量好的啊？一唱一和的，在这给我唱双簧啊？没唱双簧，我认真的。好，认真的是吧？现在写报告，立马批。真走啊？虽然相处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很有幸跟你合作。我也是一样。保重。再不就是因为你说朱文书的事儿，刺激到他了。你那么想知道他为什么走啊？去，自己去问陆子振。那你不知道人为什么走，你就放他走，合适吗？人家来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人家，如果干得不开心，随时可以走。那人家现在要走，也许是干得不开心吧。反正我不管啊，柯菲菲你得给我留下。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看上柯菲菲了？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啊，当初呢，我针对陆子正呢，是因为他工作上确实有一些失误。但是经过你的批评再教育，我觉得他确实也是个人才，而且这次这个案子呢，他也功不可没，所以他突然要走，我也是很意外的。意外吗？我一点也没看出来。倒是柯菲菲要走，你感觉挺意外的吧？不是你要这么说，那菲菲走我也走。您在那儿，出去的时候从外面把门带上啊。我要走了，你就成光杆司令了啊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不是真的放他走？好，你不说话，我当你不同意。陆子振啊，我要向你做个检讨，就是那天不该提朱文珠的事儿来刺激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是不是对我特别的失望？怎么会呢？压根就没有对我抱过希望，对吗？你错了，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。当你办完第一个案子的时候，我对你的希望更大，觉得你是一个好苗子，一定不会让我失望。你也知道，我是因为朱文书才选择当警察的，憎恶犯罪，努力追其真凶，为了抓住凶手，不惜一切，都只是为了满足心里的好胜心。蔡同美的案子，让自己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反而伤害到更多人，所以想调离一线去做文职。我理解你的过去对你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无非两种选择：
一种是迎难而上，另外一种就是选择逃避。我只是一个旁观者，也许无法体会你的痛楚，所以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理解你。只是有一点，我想忠告你：这一页，你终究是要翻过去的。我之所以把你留在小组里，并对你犯的一些错误不追究，就是想帮助你翻过这一页。我们特别行人小组是一个团队，有些事情不需要你陆子珍一个人去承担，你身边还有很多的战友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如果你考虑好的话，我不会拦着你。我只希望你今后在任何岗位上，都要多给自己几次机会，不要轻言放弃。还有，我们特别刑侦小组永远是你的家。如果你想回来的话，我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刘队长呢？送陆子正了，还没回来。这是他要的资料，帮我给他啊。放那儿。谢了。哎，木姐。你看他这什么情况？桌子擦1天了，一直保持这姿势啊。我觉得啊，他这是内心的苦闷没有办法表达，然后呢，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，想试图把内心关于陆子正的一切污渍抹掉。明白，擦去不该有的回忆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把陆子正逼走了。哎，这帽子不能瞎扣啊！啊！菲菲，你在这等着。请进。主任。刘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主任在忙。我哪有你忙啊？你现在是重任在肩呐。哎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找你能有什么事儿？调职申请，我想换单位。胡扯！你还有没有正经的？你消停着好不好？真的，你看，调职申请都写好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看看，这个苏队签字了吗？那你要是走了，咱们分局可是一巨大损失啊！我来帮你擦吧。别擦了，桌子都擦破了。你不会真的要走吧？都怪队长当时非把我师哥弄这儿来，你还老针对他。反正他要走了，我肯定走。是，这个事儿呢，也不能怪队长啊。你要怪就怪我。你凭什么老针对他？他要走了，你高兴是不是？我也不高兴啊。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我难过啊，也很难过的。哎，老刘，你搞什么鬼啊？这是你吗？逗你玩呢，老哥。这个呀，是我一个下属，他呀想去当文秘，人我都给你带过来了。这现在这年轻人到底怎么了？昨天有一个搞文秘的，偏要调到基层去搞案子，今天你只好翻着。不过这事儿呢，我得请示苏队，你把他先搁到我这儿，啊，苏队到分局开会去了，他一回，我马上跟他说。这样，主任，人呢我都给你带过来了，要不先叫他进来。行。副主任，哎，你看是这样，
这个调职申请呀，你先还给我啊！这个事儿啊，千万不要告诉苏大队，好不好？改天我请你喝酒，好不好？行，听你的信儿。OK。这个。怎么回事？不走了。不怕拖我们后腿了？我可以不问你为什么不走，但我一定要清楚你为什么要留下来。我要克服对朱文书的心理障碍，不当逃避。我不能拿朱文书为借口来逃避，我不能永远逃避下去。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，太好了。你能不能满足我2个条件？什么条件？就是请一定管住我，在我一意孤行、管不住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使劲把我往回拽。第2个条件呢？我不想让杜建知道是我自己又改变主意的，就说是你争取又把我留下，行不？要是让杜建知道我跟你签了这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啊，那小子非气死不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一定再不会自以为是，一定听从你队长的管理。我现在命令你，明天休息1天，好好调整一下，把精神头养足了。刚好我还欠蔡同美一个承诺，我得赶紧去兑现。请领导做工作，尽量挽留。我一直觉得你跟其他警察不太一样。这很正常，警察也好，其他什么职业都好，绝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偷偷查了一下你的资料，犯罪心理学的高材生就是不一样。只是多念了几年书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学业去考警校啊？一言难尽，以后有机会我再和你说。我手中的案子里有2个人，这是他们的材料，麻烦你看一下，能不能提供一些法律援助？我看看啊。这个曹翔，只要能证明他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精神病人，他就不用负刑事责任。到时候政府会强制送他到医院进行治疗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么说，你是接下这个案子了？这个案子不需要律师介入啊，只要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，你们公安机关就可以决定。我是说，蔡同美有帮助疑犯曹翔逃跑的情节，有关这方面的法律辩护问题，希望你能帮忙。这样，那行啊。有把我赢的案子为什么不接？而且我看这个所谓的杜大哥，好像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叔叔，我们这律师费肯定也少不了。队长，喝点茶啊！我刚给您续的热水。还用不走了？他不走了，你是不是特别失望啊？啊？我好不容易挖回来的人才，能轻易让他走吗？队长，英明果断。哎呦，刚才还在声讨队长和我，把人逼走了，现在就这样。哎呀，这女人的脸呐啊！哎，不是，刚才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不赖队长，全赖你的吗？你反悔了？我就觉得队长肯定不可能让我师哥走，这就是考验路子正。哎，话说回来，队长，是他主动要求回来的，还是你不让他走的？
这个都不重要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这个事儿呢，今天就算翻篇了，以后谁都不许再提。记住了，我们特别刑侦小组呀是一个大家庭，以后谁要再敢跟我提走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我以后肯定不走了，队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菲菲不走，我也不走了。好。王律师，到我公司坐坐。好，走。徐飞，我跟语音去一趟钱总公司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走吧。泽英律师事务所董事总经理。对，我跟文语音是合伙人。听队长说，你们特意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？怎么也没信儿了？最近特别忙，所以……算了，下次补我一顿。对了，今天来是为了这个。王律师今天收到了一条恐吓短信，要求我们在一场官司上败诉，要不然就威胁我们的安全。恐吓短信，这年头还有人玩这个？看看。为什么不直接报警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这条短信牵扯到我们正在进行的一场离婚官司。像这类案件，你们应该找公安网络安全部门，由他们受理。这个官司对我们很重要，我不想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干扰到最终的判决。这条短信不能曝光，因为我们得给当事人保密，所以找你们就是想让你们替我们想想办法。其实也没有文律师说的那么严重。如果你们手上现在有别的案子的话，可以先忙别的，不用在意这个。那哪行啊？官司打赢就开始玩阴的。宋晶晶，最近新闻报道过的那个离婚官司？对啊，就是这个。前后扯了快半年了。你们的官司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们一会儿约了钱书豪谈下面的计划。队长，今天我休息，既然文律师指明找我帮忙，我看我就帮一下。对啊，就让陆警官帮帮我们吧，咱们互惠互利嘛。你俩都把话说成这样了，我能不让你去吗？但一定要注意分寸，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。你们先在这坐着，我还有事儿。钱书豪白手起家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电脑城卖光盘，后来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 IT 行业搜索引擎巨头，身家至少几个亿。宋晶晶跟钱书豪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两个人结婚，后来一直在他身边，跟他一起创业。而且两个人性格都特别强势，结婚以后感情慢慢就出了问题。其实宋晶晶心里明白，他们之间早就没有爱了。后来他们两个又都有了新的感情，但顾及到公司的声誉和发展，两个人就达成默契，不干涉彼此的感情生活，维系表面的夫妻关系。那为什么现在又要离婚？这是宋晶晶早就计划好的，因为公司刚刚授信得到一个大额的投资。一方面，他可以隐藏好自己生活方面的证据；另一方面，他偷偷记录下钱书豪的感情生活，目的就是为了在最后的离婚官司中占据主动，分走钱书豪的大半财产。一直打到现在还没结果，至少还需要2次庭审吧？对。这个真是……怎么了？好像有人在跟着咱们。是后面那辆白色面包车吗？这2天我突然感觉
转向系统有点问题。你到前面右边的小路停一下。好。陆警官，看清楚是哪儿的车了吗？只看到车牌。看来真的有人盯上我们了。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万一要是什么情况，你可以随时联系我，我会第一时间赶到。这样吧，我们就不在这儿耽误时间了，先回公司吧。就算骗过所有人。